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安24季待播剧王，程毅饰演疯批谋士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李莲花放下的刀被这个疯子捡回来了。青灰头发抱着牌位，程毅在雨里撑着伞走来，那双眼睛冷得吓人。一句我活不活没所谓，我只要你死，直接把人定在原地。01从佛到魔，程毅这次真疯了。还记得莲花楼里把忘川花送给皇帝的李莲花吗？放下仇恨的人设，当时看哭多少人。可新剧里的谢淮安反手就把温良踩得稀碎，这位小吏出身的谋士撂下狠话：复仇路上，我见不得任何一个仇人有善终。花絮里，他抱着家族牌位走在雨中，表面平静的像潭死水，眼底却烧着癫狂的火。网友说的够狠，这人就是个行走的白磷，沾点火星就能把仇家烧成灰。02长安狼人杀，开局就死人。谢淮安哪里是普通复仇，人家玩的是借壳上市。借着给皇帝刘义军当差查案的名头，悄悄清算10年前灭门血债。对家的12权臣个个狠角色。张涵予演的虎臂将军暗养3000死士，巷子里藏的全是刀剑。倪大红裹着破麻布当店小二，菜刀抹脖子比切豆腐还利索。王劲松的白发老臣笑眯眯说着，长安最缺的是活到结局的聪明人。32集塞进去近50次反转，平均每集死个把人物。追剧的都说这哪是权谋剧，分明是盛唐版幸存者游戏。03不会武功的谋士才最可怕，你敢信？这么个狠角色居然半点武功不会。程毅这次彻底告别飞檐走壁，全靠脑子杀人。36计成了他的屠龙刀。离间计耍的兵部2位尚书互泼脏水，空城计诱的叛军钻进火油巷子活活烧死。最绝的是雪中对峙那场戏，他和张涵予各撑把伞站着，两人连手指头都没动，空气里的杀气已经割得人脸疼。04老戏骨飙戏，看得人汗毛直立，组里全是人精。刘义军为了演帝王，连端茶时小指翘几度都较真。张涵予把叛国将演得悲壮，裂土封王何错之有，吼得观众心口发麻。倪大红更绝，脏兮兮的粗布衣里裹着杀气，抬眼扫过来时，屏幕外的人都要缩脖子。都说这剧组喝茶都比别家打架好看，毕竟12个老狐狸的眉眼官司，够普通剧组演10集。05烧钱烧出个活长安，听说剧组复原盛唐街景砸进去小2000万。朱雀大道铺满真实版，胡姬酒肆挂着波斯坦，连小摊贩蒸饼的白气都透着烟火气。谢淮安头发从黑到白的渐变态戳心，10年深仇熬得人油尽灯枯。火烧藏兵巷那场戏绝了，镜头扫过满地焦尸，最后定在程毅被火焰映亮的半张脸上，仇恨像毒藤缠在骨头上，开出妖异的花。06未播先报的神操作，优酷后台数据泄露点玄机。杀青当天预约破100万，直接干爆了服务器。新华社连推3篇文章夸他是国剧新标杆，敢和《藏海传》正面刚。营销更是鬼才，硬蹭莲花楼搞出那句李莲花放下的，谢淮安全拿回来，热搜挂足3天。现在全网催播催得凶，谢谋士的刀再不见血，观众的血压要爆表了。预告片最后定格成一转伞的刹那，水滴混着血珠甩在镜头前。长安城这场生死棋，终究是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说输赢。程毅对阵12权臣，这国产剧剧情太带感。自从长安24季在奋官宣杀青之后，就一直有风声传出，这部由程毅主演的权谋剧可能会安排在今年第4季度上线。
程毅的粉丝早已望眼欲穿，迫切想看到他饰演的疯批谋士谢怀安登场。然而大家也都明白，一部剧的播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后期制作耗时颇多，所以这个暑期档，粉丝们一边苦等《富山海》和《王权篇》，一边不断刷新《长安24季》的相关动态。没想到，这两部原本赚得热火朝天的剧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反而是《长安24季》在6月突然动了起来，宣传节奏一下子加快，不但认真对照着24节气发布物料，日常文案也颇具意境，怎么看怎么有种迫不及待要上档的急切劲儿。最近已经有不少业内大 V 在放风，说这部剧有可能会提档，很有希望在暑期末段悄然排播。真假暂未可知，但只要有个盼头，粉丝自然就愿意等。更何况《长安24季》在程毅的3部待播剧中，无论从预约数据还是官媒点名频率来看，都是潜力王者。新华社都多次提及它的内容质量和排播期待，直接把它和爆款《藏海传》做对标，定位非常明确，就是要打造年度爆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剧的宣发也很会玩梗，他们精准抓住了去年爆火的莲花楼热度，用一句李莲花放下的谢怀安全拿回来了，吊足了观众胃口，一句话就把人心拉满。你以为他柔弱隐忍？不，这一回他就是来复仇的。但必须说清楚，《长安24季》和《莲花楼》虽然都由程毅主演，但风格上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。《莲花楼》的爆红靠的是武侠、悬疑、探案3合1的模式，李莲花作为主角，虽然谋略深沉，但内心极度悲凉，几乎是我不行但我愿意去做的那种宿命感。而谢怀安完全不是一个人设，他的心声可能是复仇路上仇人一个都别想跑。他不但不温吞，甚至有种疯魔气息，不是孤芳自赏的悲情男主，而是藏刀于笑、步步为营的狠角色。长安24季的背景设定也更贴近正统权谋，谢怀安表面是淮南县的小官，实则奉唐文成年间皇帝萧武阳的密令入京，要铲除暗中培植兵力、图谋不轨的虎贲将军严凤山。这不是江湖争斗，而是朝堂大局。谢怀安要做的是靠智慧和布局瓦解整个黑暗势力，而且别忘了，他还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复仇主线。10年前谢家被灭门，他隐姓埋名蛰伏多年，就是为了这次翻盘。他不练武，不靠拳头，全凭一张嘴和一颗脑袋对抗长安城里那些老谋深算的权臣大佬，听起来是不是更像古装剧版的高智商猎杀者？剧中他一个人要斗12个朝中巨擘，每个都是老狐狸级别的存在。张涵予演的严凤山气场全开，刘奕君饰演的皇帝更是阴狠不定，还有倪大红、王劲松等戏骨压阵，全员都是心机大佬，阵容堪称豪华升级版的古代狼人杀。从前方释出的预告片来看，程毅在剧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。一幕他顶着青灰发色，撑着伞，抱着灵牌走在寂静街头，没有泪水，没有崩溃，只有眼神里藏不住的疯狂与恨意。搭配他那句我活不活无所谓，我只要你死，简直把疯批谋士的形象刻进了骨子里。虽然很多粉丝表示遗憾这个角色没打戏，看不到程毅挥剑动作戏的飒爽英姿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样一个谋略型角色反而能给他一个全新的发挥空间，用眼神杀人，靠台词开刀，更见演技深度。据官方透露，《长安24季》共32集，但剧情中足足设计了近50次高能反转，几乎每集都有能让人记住的爆点。不夸张地说，这种密度，国产剧里真的很罕见。就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，这部剧无论从题材、节奏、人物设置还是演员表现来看，都称得上是2025年优酷押宝的 S+ 级重点剧集。新华社近期也频频提名它，
足见其在官方层面的期待值。如果这部剧真的要提档，恳请官方别再憋大招了，快点给个准信吧！我们这些坐等谢怀安开卷的观众，可是从春天盼到了暑假了。